位好，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再来拆箱布鲁克的积木车、变形金刚这些漫画的角色第二弹。第一个开出来的是大铁铲，车架大部分的位置都是合金的材质啊，拿起来还是很有分量的。前方这里的挖斗可以抬起来，上方这里透明的车窗是内嵌式的。打开以后，里边的小座位可以放驾驶的小人儿。这个系列的小车看起来都非常的精致，而且它这种环环相扣的锁定啊，一圈包一圈，包下来以后特别的结实，质感看起来很不错。来下一个管子，管子的车型也是很有趣的，它的轮毂盖只在后面，前方这里是整个一块包下来的。哇，造型看起来还是非常帅的。上方的舱盖打开，里边也有座位的刻画，两个粗粗的烟囱，这里还有车厢的连接插孔。下一个霸王的飞机，虽然说好的是积木车，但是这个霸王飞机的样子看起来真的超帅啊，非常的漂亮。下方这里还有可以折叠收纳起来的起落架，驾驶舱盖从这里打开，里边也有座位的刻画，而且后方这儿还可以把武器拔出来。可以安插在下方，也可以插在后面，像是把武器伸出来发动攻击。再来一个游民，这个是之前的浪客重涂，跟上一款的小黑车同模具，非常帅的一个车型。晚点方面不仅能打开前机盖，驾驶舱里边可以做小人，车门还能往外拨开。哇，这个模具设计的真的特良心，轮毂这块的刻画也是非常精致的。这个掏出来车架子就知道了，打击。哇，看这个驾驶室里边的细节，靠背座椅，中间的档位，前边的方向盘和中控。哇，但是很可惜，这一款并没有打开的顶盖，直接是扣合上去的，透明的玻璃。然后这一块的车灯有涂装，霸天虎谐音的 logo。兰博基尼这个车型啊，真的是怎么看都好看。第六个拆一半了啊，还没有看到隐藏的迹象。这一次的隐藏是弹簧和路霸。这一盒看看是不是。我说啥来着？我这个嘴就是开光的呀！一开盒我看到这个小人儿，我就知道了，嘿嘿，就不能念叨，我就没开过大的，怪不得叫幻彩隐藏。仔细看这个小人不是纯透明的材质啊，它在光源下，身体表面会呈现出那种五彩斑斓的颜色。路霸这辆车型做的非常带感啊，前方的防撞位置，头顶的这个炮可以上下抬动，还能伸缩。驾驶舱向上打开，里边的驾驶室刻画的细节也很丰富。虽然没有开出来大隐藏，但依旧是言出法随的一箱。我真的是佩服我自己，不愧是我呀！后期剪辑都没有这种自信。你说这个在开光嘴念叨的这一块，我还是太权威了。铁拳，这辆小车有意思啊，在拼装的过程中就感觉很带劲。前方打开这个盖子，里边是驾驶室，一个包裹的很严实的装甲车，后边的这一大块是合金的零件，上方的炮左右可以旋转。好玩的地方在于头上的这个转盘，你在旋转的过程中，这个炮管是可以来回伸缩的。哇，嘿嘿，设计了这么一个结构啊！模拟开炮的这个后坐力。哇，好玩！弹簧，那个隐藏出了，这肯定普通款了。弹簧的这个车型也是挺帅的，4个轮子全部都是包裹起来的，而且前方的这一块跟保险杠的位置整个嵌在了一起。透明的驾驶舱顺着这里边打开，前后来看，哇，很酷的一辆小车。宇宙飞碟，这个宇宙飞碟做的也是蛮有意思的，整个的花纹细节刻画的还是非常丰富的。下边有4个小轮子可以推车滚动，舱盖打开，里边也有仪表盘和这些座位的刻画。后方这里还有一个小旗儿可以拔下来，选择性的安插这个锤子，上面还有汽车人的 logo 呢。但好玩的地方在于，它飞碟中间这块是可以转的，你甚至可以当一个指尖陀螺玩。
毕竟是飞碟嘛，那这转着这个才正常嘛，对不对？这玩意儿要是停车去，肯定很好停吧？旋转过来，侧方位进去，然后再回正，哎，往前走。镜像的横炮里边的驾驶室内构刻画细节同样漂亮，其实跟打击是差不多的，尾翼的部分有重新的调整，身上的涂装部分看起来会更加的鲜艳，而且前边的七扯人上边还有一条疤痕。同样的模具，涂装一换，哇，看起来截然不同的感觉。鲁莽车型跟管子应该也是同模具，这俩基本上差不多，不同的是鲁莽的顶盖是一个透明零件。看起来会更精致一些，剩下的基本完全是一样的。那最后一个自然是霸王的坦克了，哎，真就留在最后一个。这个坦克看起来非常的华丽，大炮上方这里的抬动幅度非常大，左右可以旋转，上方的舱盖打开，从里边伸下去，这块的驾驶室的空间也挺大的。下方是假履带的刻画，不过前后有4个导轮。也是可以推动的，这一对摆在一起，哇，真的挺漂亮的。可以把坦克和飞机以2种形态拼合起来。第一种合体方式很简单，就是把坦克的履带和飞机的翅膀更换一下安装位置，在前后插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大型的飞船哦。看起来样子也是不错的。第二种的合体方式稍微麻烦一些，你需要把履带整个的拆开，然后把中间白色的这根轴里外换一个方向，倒着扣合，露出这2根棍子。这个时候再把机翼插到外侧，再和坦克连接，把2侧的履带扣上去，前方的机头扣进来，哦。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3角造型的飞机，样子看起来会更帅一些啊！我个人会更喜欢这个飞机合体以后的造型。哇，太漂亮了！刚才收拾垃圾的时候，差点把这个玩意儿扔了，在管子的袋子里边，我以为拼完那个车就没有了。这个玩意儿是啥呢？你可以把管子拼成2种形态，完了把这4个桩子插上管子的轮子。哎呀！嘿嘿，被霸王一脚踩扁的这个名场面，哇，这个都能做出来！呀，布洛克你简直太魔鬼了。不过也能看到这上面有一个脚丫的凹槽印儿，还有一个插孔的位置。那这么看起来，带了这个配件，是不是预示着布洛克准备出大比例的霸王？到时候可以跟这玩意儿进行互动呢？啊，是不是有这意思啊？其实这一套玩下来，我感觉比上一代明显玩法上面有很多的进步啊。首先自然是这一套高人气的霸王坦克和飞机还能拼出2种不同的合体方式。其次是管子带了一个被霸王踩扁的专属零件指尖陀螺的宇宙飞碟。而这里边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可以转盘伸缩的炮管子。积木车第2弹玩下来以后，整个的感觉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布鲁克预告要出积木车系列的时候啊，其实并没有掀起太多的波澜。第1弹玩完了之后啊，感觉做的素质还不错，而且每个小车都跟风火轮的那种合金小车尺寸比例差不多，质感方面加入了合金件以后也挺扎实，挺有分量的。而且布鲁克的产品性价比都是不错的，这种小积木你在拼装的过程中还能体会到它的乐趣。而今天玩到了第2弹，又有了新的感受，它不是简单的这种推着滑动的小车，在互动的方面，这些玩法的方面，他想更进一步的融入到这些小汽车当中。再加上积木车这个系列其实主打的是漫画线，对于漫画的粉丝们来说也是让人非常惊喜的。毕竟现在产品出了这么多，大家都抱着 G1 了电影了在做，漫画的产品确实太少了。而布鲁克的积木车系列起码在载具形态下能做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角色都给你慢慢的做出来。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积木车的第2弹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